西芹汁还有助于解决焦虑、悲伤、易怒、罪恶感、抑郁症、躁郁症等等心理问题。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飘飘飘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隐藏在我们身边的神水。安东尼·威廉·科维耶洛，他是一位作家，同时来讲，他也是医学灵媒大师。所谓的医学灵媒是一种根据精神交流提供医学和建议的一种媒体。安东尼是《纽约时报》精神疗法畅销书作者，他有自己的网站，可以在线给患者提供建议。他的成名观点有很多，但是最著名的是排毒、柠檬汁、西芹汁等等。他自称是这方面的鼻祖，而且他讲他在4岁的时候就与 spirit， 也就是灵媒或者称之为精神体进行过沟通，并且从那里获得了医学知识。他声称自己正确的曾经诊断了外祖母的肺癌，而且为很多的家人和朋友治愈了这样或那样的疾病。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知识来源和咱们曾经讲过的拉乌拉湖，它的来源有非常相似的地方。那么1975年，安东尼的家人从楼梯上摔了下来，导致于后背受伤，而且脊椎发炎。安东尼当时已经受到了高龄的指引，用西芹汁来缓解家人的疼痛。后来安东尼在超市当理货员的时候，用西芹汁为顾客治好了肠胃病、糖尿病、关节炎、痛风等疾病。一部分顾客甚至在离开超市时就已经觉得症状有所缓解了。20世纪90年代初，安东尼遇到了一位患有成瘾症的女性患者，她说自己的性格天生的对任何的事情都会上瘾，每天都饱受折磨。安东尼依旧让她饮用西芹汁，1个月后，她的成瘾症竟然消除了。之后呢，彻底的好转了。时至今日，安东尼已经用西芹汁累计的为10几万人解决了健康的问题。而西芹汁在咱们国家其实也有很多人开始食用，而且表示认同。西芹汁的神奇之处在于它的汁液并不是我们所熟知的普通的水，而是水和生物活性水，富有生命力，会呼吸。西芹汁富含大量的微生物矿物质与钠醋盐，蕴含着富裕生命的养分和植物性的化合物，能够迅速的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西芹汁的生命力可以与我们的生命力血液合二为一，比摄入普通水更加有益。当然并不是表示说我们就不用喝水了，水还是要喝。西芹汁那么就是锦上添花，而且能够治愈很多的疾病。西芹汁可以缓解各种疾病失调不适症，尤其是慢性疾病。下面咱们就对西芹汁可以缓解的，同时大家或者是身边的人可能会遇到的病症来掰扯掰扯。首先我们来讲一下阿兹海默症、失智症以及记忆力衰退。阿兹海默症、失智症与大脑中的有毒重金属有关，比如最常见的汞、铝，当然还有铜、镍、铬、铅、砷等等。我们使用的手机里边就含有一定量的有毒的重金属。除了一些电子产品，有一些鱼的罐头、罐装的饮料、用锡箔纸盛放或者是烹饪所用的食物等等，以及自来水、药物、被污染的空气都含有有毒的重金属，而且我们也会遗传到一定量的有毒重金属。我们每个人的大脑当中有不同量的重金属及其组合，有的是有益的，有的是有害的，有的相互交错，有的并列，还有的因为无序而形成合金。如果血液中有高浓度的脂肪，无论是健康的还是不健康的脂肪，都容易引起这些重金属的氧化反应，
而导致剥离现象，就像是一块表面有油漆的铁生锈后会凸起一个一个的小气泡一样。有毒重金属在大脑中生锈、变形、断裂，甚至增生，阻碍神经传输、传导功能，最终呢引起发生记忆力的衰退。西芹汁可以中和清除神经元中的重金属氧化性径流，降低毒性，唤醒受损萎缩的神经传导物质。而且西芹汁中含有的复合微量矿物质能够提供完整的神经传导化合物质，因此可以修复神经的传导功能，甚至逆转阿兹海默症与失智症。我们再看一下胀气和便秘。胀气的原因主要有3种：胆汁不足、胃酸不足、病原体释放的氨气。西芹汁可以复苏肝脏，从而增加肝脂，有助于消化新摄入的脂肪和在肠壁上结块硬化的老脂肪。同时，西芹汁还可以活化胃腺。西芹汁中的钠醋盐可以进入胃腺细胞，清理堆积在那里的有毒食品的化学物质，滋养胃腺细胞，进而促进盐酸消化液的分泌，有助于消化蛋白质。西芹汁还能够消灭由于小肠细菌过度增生而产生的病原体，比如链球菌，它摄取肠中未经过消化的蛋白质、脂肪后呢，会产生氨气，氨气可以沿着消化道一路前行到胃部，甚至是口腔，导致牙龈退缩以及蛀牙。西芹汁消灭链球菌等病原体的同时，它的消化酵素也有助于消化肠道中的尚未处理的食物。西芹汁的消化酵素有助于解决胀气问题，那么也能够改善长期的便秘问题。便秘与一般的肝脏迟缓、机能不足有关。由于胆汁制造量比较小，摄入的脂肪无法充分的消解在肠道中腐败而滋生的害菌群，同时呢，胃腺不得不长期的过量输出盐酸，最终可能失去活力，制造的消化液也随之而降低，导致植物性和动物性蛋白都无法充分的得到分解，进而在肠道中腐败，滋生有害菌群。这些菌群增生到一定的程度时，会导致肠道发炎而降低蠕动。同时，小肠与结肠中的一些部位因为细菌堆积变得狭窄，最终呢导致便秘问题极度的加强。而且有一些人年长的时候，便秘是长期性的，给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不便，以及影响生活质量。西芹汁中的钠醋盐能够分分钟摧毁一些病原体，因为这些病原体，比如链球菌，无法像对付抗生素一样的对付钠醋盐，产生抗药性的免疫。所以呢，西芹汁能够持续的滋养肠道中的有益菌，促使肠道蠕动。此外，情绪也是引起便秘的主要原因。如果精神长期的因为背叛或者是困境等饱受挣扎、忧虑、压力之苦，肠道也会随之紧张不安，从而导致便秘。看来呢，肠子都悔青了的原理是这么来的。西芹汁中含有高浓度的电解质，可以重建神经传导化学物质，那么它会使大脑与精神都冷静放松下来。同时，西芹汁中的钠醋盐也能够滋养神经元，从而改善心理状态，放松肠道，促进其蠕动。我们再看一下心理问题。西芹汁还有助于解决焦虑、悲伤、易怒、罪恶感、抑郁症、躁郁症等等心理问题。这些问题往往与所经历的逆境有关，但是有人也会在平常爆发出长期积累的情绪问题。这个小伙伴们有可能有很多人都有亲身的体会，有这些问题的小伙伴们请在下方留言。而这些心理问题背后的真凶就是毒素。毒素就像是有毒的重金属一样，我们每个人的体内都有自己的毒素组合。这些毒素组合可能是来自于有毒的重金属或者是病毒。大部分的人体内往往都有毒素，它们存在在肝脏之内。
而且毒素含量对大脑中的神经元和神经传导物质的影响比较大，因此情绪容易多变。看来你有毒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这里的病毒毒素是指寄生在肝脏中的病毒会以肝脏中的一些物质为食，比如有的病毒喜欢吃肝脏中的有毒重金属、蛋白质或者是合成化学物质，然而释放出可以进入身体各处的神经毒素。毒素如果进入大脑，则会阻止神经传导化学物质减弱大脑中的传递的脉冲信号，进而造成易怒、焦虑、情绪不稳定，甚至是躁郁症。症状的程度取决于病毒和有毒重金属含量的大小以及病毒突变的种类。闷闷不乐一般是由身体各处的病毒过量而引起的，而且引起肝脏的功能下降，恶性循环。这就对上了，这就是闷闷不乐的基础来源。躁郁症与抑郁症患者的大脑当中，一般有毒重金属的含量都比较大，导致于脉冲信号和神经元传导物质短路。这里还能够扯出一个新的概念，很重要，对小朋友们都很重要，就是情场失忆。如果情场失忆和肝脏中的有毒物质相交织，那么极有可能导致进一步的忧郁症。所以情场失忆的小伙伴们要注意了。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相关原因，西芹汁中的钠醋盐还可以集中脑部的毒素以及有毒的重金属，然后中和排除它们。同时西芹汁就像大脑的综合维生素，重建脑部的健康，活化大脑的细胞。而且西芹汁能够大大的降低神经元毒素的数量，甚至把病毒完全的消灭。而且西芹汁能够降低产生神经毒素的病原体的数量，它可以剥离病毒细胞的外膜，然后削弱它的能力，帮助免疫系统摧毁病原体。西芹汁除了能够净化肝胆组织，还能够滋养肾上腺，而且焦虑、悲伤、易怒、罪恶感、抑郁症、躁郁症的患者也都患上了肾上腺疾病等问题。因为这些心理问题引起的负面感受会使肾上腺持续的处于战斗或者是逃跑的高度警戒状态，容易引起肾上腺的疲劳与虚弱。西芹汁可以活化并且强化肾上腺，使人更有活力，进而有助于应对很多的心理问题。我们再看一下眼部问题。西芹汁有助于改善白内障、结膜炎、角膜炎、糖尿病性的视网膜病变、干眼症、飞蚊症、青光眼、低视能、黄斑部退化、视神经萎缩、色盲、先天性的白内障等眼部问题。钠醋盐和维生素 C 息息相关，几乎所有的眼部问题的患者都和维生素 C 有关系，因为他们的肝脏几乎也都有了问题。由于肝脏负荷过重或者是失调，无法再使维生素 C 充分的甲基化，并且以我们可以利用的形态输送到身体各个部位。而西芹汁中的维生素 C可以立刻的进入眼部细胞，使其维持运转，有助于中断逆转疾病的进程。而且西芹汁对大脑的活化作用有助于提升大脑向视神经元传递信号的效率，进而缓解眼部的各种程度的问题。通过上面的论述，大家可以看到西芹汁的神奇，甚至都可以包治百病了。看来看过这一集的小伙伴们会让超市的西芹汁缺货了。飘哥也要把好久没有用的打汁机拿出来了。 OMG， 咱们这一集就和这西芹汁神水掺和上了，有些烧脑，希望能够填补网友的知识的空白。而且开始讲的灵媒安东尼还为西芹汁的妙方写了一本书，也确实是妙趣横生。当然和神水有同样神力的，后来安东尼也提出了苹果、姜以及蜂蜜，似乎
大自然给人类已经准备好了很多的对待疾病的治疗良方，只是等待人们去挖掘。这一点在我们古老的中医中也是体现的淋漓尽致。这也是印度神童为什么一个劲儿的跟我们说要吃姜黄，要吃姜，要喝姜水来抵御新冠的疫情。当然，通过对安东尼的介绍，以及他的书的一些了解，以及他所说的这些所有的枝叶的了解，也是神水的了解。我们不是在推销他的书，我们也不是在治病，而是想展现神水的神奇。毕竟这西芹是西方来的，老祖宗们没有办法把它们收入到咱们的《本草纲目》当中，而我们这期节目就帮他收了。如果大家对神水的其他方面感兴趣，请在评论区留言，我们或者可以单开一局。好的，今天呢我们就飘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请不要忘了点击订阅和打开小铃铛。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孤独看飘哥。Joy and peace。